迎收看关键时刻。今天台湾时间中午，川普的关税正式生效了。你看川普怎么说？他说现在是午夜，数十亿的美元关税现在已经流到了美国，表示什么？他真的非常的开心。他开心的不单单只有关税，川普心里想的是什么？我终于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什么叫做改变全球贸易的格局？他一直希望一件事情：制造业回流，尤其是谁？尤其是库克，尤其是苹果。你今天苹果一定要回流到美国。过去我们在节目上有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Apple in China》，里面我们就说这本书是对苹果、对库克的警告。它里面讲非常多，苹果一进去中国之后，你把中国的供应链整个都养了起来，成为美国的心头大患。当时我们就已经说这是其中的一个警告，没有想到今天你看到这个画面，今天库克竟然来到了白宫，而且已经承诺要把这个所谓的供应链拉回去美国，这代表川普一个重大的胜利。所以世总，我们今天这一张照片，我们看了之后吓了一跳，深呼吸。为什么？每一个人笑得跟什么一样？川普笑得最开心了，但我们看到他库克两手放在中间，他就像什么小白兔一样。对，他今天真的要被吃下来了吗？对，没错。像今天中午的这个时间点来说，对这个川普来说哈，是可能他人生中非常开心的一天。你看，他在这个今天中午的这个台湾的中午，刚好就是美国的8月7号的凌晨。你看，现在是午夜，数十亿美元的关税正流入美利坚合众国。你看，一个79岁的老人在美国时间的12点多发这个，然后他可能6、7点、7、8点就起床。哇，送给他的体力实在太好，那表示他真的很开心。好，那你看他这数十亿的美元来自多年来一直笑着占美国便宜的国家开始流入美国，所以你看他很开心。好，那另外一个，在稍早之前来说，有一件事情让他也是非常开心，就是我们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中间的这个川普里面笑得那么开心，你看那包括说范斯啦，或是卢特尼克或者贝森特，其实都还蛮开心的。但是唯一有一个人呢，就是好像有一点点心不甘情不愿，然后有点紧张了，那就是 Tim Cook。好，那为什么 Tim Cook 他事实上呢是这一次的？我跟他讲，他这一次宣布说多投资1000亿美金，对。那你要讲，不对啊，他之前不是投资过5000亿吗？那5000亿那时候，照我跟你讲，他那一次5000亿的投资里面的时候，白宫就一个新闻稿就给他发过去了，他根本就没办法踏入白宫。但是这一次呢，他1000亿就可以踏入白宫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川普就知道啊，你这个过去都玩假的嘛，你在骗我的，你在玩假的，你这1000亿才是真的啦，你这1000亿才要给我回来哈。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之前曾经在这个节目上介绍过这个叫做苹果在中国。那苹果在中国来说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苹果公司到中国去之后，你养肥了中国的供应链，还帮中国训练了大量的劳工，所以这些供应链、这些劳工变成是现在中国制造业所有的根本就在这边起家嘛。那你苹果呢？你也要学习这样啊，你要把真的生产供应链搬回美国啊，这才是真的啊。所以今天苹果的1000亿里面，大部分都是投资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然后回这个供应链。川普才那么开心嘛？你这是升级的啦，好，你就可以来白宫开记者会了，我就宣布你这样一个状况了。所以我跟你讲，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川普他精明的很，这才是真的，这才是他想要的。Tim Cook，你给我搬回美国。所以川普为什么会这么爽？因为他除了把库克把他抓回来之外，他真的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对，没错。你看他今天呢还讲了一大堆，除了这个苹果的6000亿之外呢，他还讲说，你看我们这个还有包括说像 IBM 也投资了1500亿啊，那这个软体银行投资1000亿啊 ，Johnson 550亿啊，他还讲到说，我们的半导体，他说我们要对半导体课征100%的关税啊，这样在美国投资才能够免除高额的这个关税啊，然后马上就说台积电是2000亿啊，然后辉达是5000亿啊，他讲到台积电的时候是他看稿说2000亿，所以搞不好真的接下来我跟他预告哦。因为有传言说我们 CC 现在人在美国，对不对？然后有传言说 Jason 他有去这个白宫见这个川普嘛，搞不好今天是库克，明后天搞不好就是 CC 魏哲家跟这个辉达，如果两个连在一起，宣布个投资8000亿，你们觉得这也是搞不好是川普看到很喜欢的这个剧情嘛？所以呢，事实上他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让这些所谓的供应链全部都给我回到美国来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从来没办法想到一件事情，库克之前5000亿的时候，他连白宫他都没有进去，这次他竟然到白宫，是等于是什么？库克
他的压力没有办法承受住，他真的投降了。当然了，我就跟他讲嘛，你看他当时的5000亿，我跟他讲当时的5000亿，他说要投资什么？我跟他讲当时都是说，我要投资 AI 处理中心啊，然后 AI 的这个生产的东西啊，然后什么研发中心。这个川普一看就知道说，你这找增效呀？因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的5000亿还包括台积电的这个晶圆公司啊。他讲说你这个就是玩假，我要的是制造业。那他这一次是怎样？真的就是把制造业都拿回来，他叫做美国制造计划的这个状况。然后他还说我要跟美国10家企业展开合作，所以他都把我要合作的厂商都点名出来。所以这才是川普认为说你真的嘛，真的就是这样做嘛。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在今天的这个整个记者会里面来说啊。Tim Cook 不是送他一个玻璃的，玻璃，然后上面是刻有这个苹果的 logo， 然后有川普的名字，然后还有美国制造计划，然后还说这个是Made in USA。他还讲什么？他还很故意哦，你看，他说我们这个盒子是加州生产，对，然后拿出来就他就说这个玻璃呢，这个玻璃是康宁的玻璃，康宁公司的，对，康宁玻璃，康宁就在美国生产嘛，然后他还说了。这康宁玻璃的上面的这个帮你设计出来，这个是曾经担任过美国陆战队的下士，退伍之后到苹果公司来工作，然后这个川普还说，那他发展的不错，他帮你设计的。那下底座是什么？底座是犹他州的黄金，24K 的黄金。然后这个所谓库克还很狗腿说，那我容许我帮你装上。他这一次送给川普的礼物是全部都是 Made in USA， 连这个礼物都是全部 in USA。所以呢，川普当然很开心嘛。你中了，好，所以你可以来白宫来一趟。你看到这最好笑是什么？他在拿的时候，他在装的时候，库克手竟然在抖。对，我心想，你不是大老板吗？是对，因为为什么呢吗？因为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来说，库克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库克非常紧张？正好你看，原本呢，库克是怎么想？你看以前呢，我跟他讲，其实以前呢，从奥巴马时代就一直要求苹果来美国。对。但是当时的这个贾伯斯跟这个总统说不可能，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奥巴马还是很希望，然后到川普的第一任，到拜登担任总统的时候，他们都跟库克要求过你回到美国，但是从来没有人成功。那为什么这一次呢？川普真的就把库克逼回来了？因为他其实有很多招在针对的库克嘛。假的。我跟他讲，第一招，我对中国科高关税。中国现在关税是多少？55%。55%来说话，那你Tim Cook怎么做？他就只好把部分产能移到印度去嘛，移到印度去。所以这个库克原本是想说，反正你中美打贸易战的话，我移到这个印度去，好好的。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美国的手机啊，这个苹果的手机呢，大部分都从印度做啊，对，所以完全避开。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的时候，就在这个所谓库克要来之前，你知道川普做了什么动作？他把这个印度的关税调成25%，原本的25再加25，所以他现在印度50%。对，那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什么给你磕50%？是因为这个第一个，印度没有想要跟我们达成贸易协定；第二个是因为你买了俄罗斯的石油，你看他找个借口，然后就给你磕50%。赵尔。中国也买俄罗斯石油啊，土耳其很多国家都买，他们都没磕他，就只有印度被他磕，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所以我就跟你讲，他这是故意的，故意在我要穿这个库克要进来之前，我就给你调高嘛。好，那我跟你讲，你起码印度50%，中国55%，请问你在印度生产会有好处吗？没有好处啊，那你怎么做呢？你就乖乖回到美国吧，对不对？然后马上就说，你看白宫马上就官员就说，一开始的时候白宫官员说苹果基本上不会受到这个印度50%关税的影响嘛，那基本上来说的话会有例外性嘛，就是说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老川看你不爽，你没有回到美国，我就给你课关税嘛，就这样。所以我才说，库克他应该看得懂这样，都已经给中国课高关税，然后印度也给你课高关税，就是目的就是你回来吧，儿子你回来吧，Tim Cook你回来吧，所以库克就只好回来啦，所以他现在就回来了，所以才说，那你要说库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跟他讲。他买个保险，我觉得也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你知道他的苹果的公司呢，在这个美国的销售量，一年的销售量在整体的销售量约莫是1000多亿美金。对，然后他大概可以在美国市场赚大概500多亿美金。那我现在是付1000亿啊。我等于是好了，把我2年的这个赚的钱吐一点给你了，然后换到你永远不会扣我的关税，这是划算至极啊！而且对于库克来，这个苹果公司来，他目前账上现金有2390亿，所以出这个1000亿没问题，小 case， 他就买个保险，反正库克也是这个算盘打得很精嘛，你别爱我少，我都爱你，我都好你的生命嘛。对，现在大家我永远都不会被扣关税 ，OK 嘛？所以我就是跟你讲。
库克也是，虽然说他看起来很紧张，但我觉得他其实演，为什么？他演的就是在这个总统面前诚惶诚恐，我是受到你的感召我才回来的，这样川普当然看得更开心嘛。原来这是一个套路。对啊，川普就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好，如果跟他讲，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我就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川普知道嘛？川普还特别警告哦，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被课关税，我以后就不会增加。他说什么？如果你给我玩假的，我会紧盯着你。你就塞戏呀！以后如果你没有按照你的承诺的话，我会给你累积，再被你磕回来。所以他有按照，他已经可能有被某些厂商欺骗过了这个经验了哈。我们不要说是谁，然后他就说你要给我这样，你要给我这个来到这个美国投资，如果按照进度，我就给你罚号。那我跟你讲，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大家都说，那他这一次的这个很多供应链到底是真的假的？你看他说什么？我的 iPhone 还有 Apple Watch 的玻璃都在美国生产，用的是康宁的嘛哈。然后我的吸铁，因为我们知道它非常多是个吸铁、磁铁，它也要在美国所以你看它现在面板就采买康宁的，那康宁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它的 Apple Watch 跟 iPhone 都做。那好，所以已经你看它玩真的它是真的买康宁的玻璃，那这个就是川普要的嘛。你买的是美国供应链，因为他过去呢都买谁的？买中国蓝思科技，那你现在买的是美国啦 ，OK。另外一个是稀土，稀土过去都是买谁？买中国的，那我现在买美国的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是影像感测器 CMOS 嘛 ，CMOS 来说的话，它是这个照相机一个非常重要的元件，镜头加上感光元件可以拍出非常好的照片。哈，它现在呢这一次的这个 CMOS 的感测器呢，这个苹果是跟三星合作。对，那为什么跟三星合作？因为三星在美国有工厂啊。三星已经在美国有工厂啊，那我就在美国生产就好。那而且 CMOS 感测元件并不需要用到最先进的制程嘛，那你在那边有工厂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跟你讲，这都玩真的啊。他看起来这一次真的是被迫，至少有很多这个零组件就一定要下单到美国去。还有另外一个，台湾这次也有一家公司被点名啊。昨天这个库克在讲的时候，还有讲到环球晶啊，你看环球晶今天早上，赵尔买都买不到，他直接就跳空一架就买都买不到。对，直接锁住了。对，一下就到底了。那为什么一下就到底呢？因为很简单，你看环球晶在这边，然后还有包括说我们台湾的台积电，这是他们的这个计划里面的哈。好，那我们讲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环球晶做的就是晶圆。那晶圆来说的话，我们就讲从最上游的晶圆，我们刚才不是讲到晶圆嘛，一片3000块那就是晶圆嘛。那你打造成这个台积电一块就是可能60万到90万不等。好，就是从上游到下游这个 IC 供应链都去。然后所以川普看到这一点，赞。你的 IC 供应链至少上游的跟中下游都来了哈，所以这等于是就过去。那连这个环球晶的董事长就说没有错，我们现在要去那边生产。好，那我就讲，而且我就说，当时不是川普在念这个2000亿吗？他当时眼睛在念的是在看稿也就是说他这个川普哪需要看稿？对，他这是多紧张啊！是，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对。不能再加码。对，因为他就说2000亿。好，那你要说2000亿是真还是假？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2000亿，就从1650亿增加到2000亿，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美国的订单都太多了嘛。我就讲，现在川普很简单，他就说你在美国下订单就不用税，那你有很多厂商会不会就这样？所以台积电的订单搞不好在美国会爆掉。好，那另外一个斥责量证之前不是有说吗？我这5500亿里面来说话，可以用来资助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公司。对，所以看起来的话，的确美日台之间呢，是不是有一种隐形的这个所谓默契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讲除了这个隐形的默契之外来说，我们就来看。今天里面来说的话，库克他的神情，你看库克，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川普进来的时候，库克是紧紧跟在后面，然后进来之后，你看他尴尬要死，手举起来 ，hello， 嘿，谢谢，手还不敢举起来，举一点点而已。对，好，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第一个。因为 Tim Cook 的确，他应该是某些程度来说的话，是就他被逼来的嘛。对，他一定要来投资嘛。那一定要来投资来说的话，他当然要做这个给这个川普嘛。川普非常开心嘛，那他当然就是表现的小心翼翼，反正不要惹川普生气，免得川皇在那一天棒拍板说你找搞什么？这也太谨慎了吧？好，没办法，川普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你看，好，你看他就讲了很多啊。你看我刚才不是说小心翼翼的把那个弄出来，那这整个我觉得整场就是个表演。表演什么呢？表演给全美国人看，在过去奥巴马都没办法做到的，拜登没办法做到的，我今天川普做到，而且你要做到，你看这某些程度来说啊，你看这是什么？这个如果你仔细看那一幕，你会觉得是怎么样？库克他在装这个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敬礼的感觉，他敬礼，对他当然是有点敬礼的感觉，敬礼的感觉，然后后面是川普嘛。这样看起来什么意思？就是没有错，我臣服在川普之下，我愿意回到美国。有这一种的意味在，当然是这样，这都是一个政治表演，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川普当然会很开心嘛。好，所以来讲，
这一次的这个8月7号的开始生效的这个所谓的关税，我觉得对川普来说的话，他为他明年的其中大选的胜利呢，已经开始了第一块砖头。因为你刚刚看到，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里面，库克大老板没有想到跟着川普进去。那个每一个举手投足都非常的尴尬，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得罪了川普，你今天如果要骗川普，宅戏啊！川普刚刚也有讲哦，你的1000亿美元没有给我好好投资的话，我加倍奉还回去。对，千万不要晃点川普哦，因为不能晃点的。对，川普其实都知道你在搞什么小把戏哦。上一次这个库克就是没有跟着川普到哪里，到中东去嘛，不是吗？后来这个川普也对库克来讲颇有微词哦。现在库克他自己也知道了，麻烦大了，因为接下来来讲的话，他的布局啊。不管是在中国过往的中国，然后现在的印度等等这个之类来讲的话，全部都要被川普课高关税哦。但这一次来讲的话，有一个苦主哦，这个真的是苦主，因为日本以为自己跟川普谈好了哦，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原来不是15%了，原来是在原本的税率上面再加15%上去，所以有的东西会飙到40多%，有的东西飙到20多%，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斥责量政啊，就是本身来讲就是经济再生大臣呢，他马上飞到美国去哦，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事实上来讲的话，重点就是本来川普就是要晃点这个日本的，为什么是这样子讲呢？因为有很多事情可能在跟日本谈的时候，日本表面上就跟你讲说好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来讲呢，到最后来讲一事无成。所以川普也知道你日本在搞这个小把戏，现在来讲的话，就直接就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不听话了，我就给你这个高关税哦。不过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因为很多国家来讲的话，跟川普根本说不上话。像巴西总统鲁拉，干脆就讲说，我也不想这个自己讨这个所谓的没面子啊，或者是说自己找羞辱啊，跑去找川普谈。你说鲁拉现在非常怕，他也想要谈，但是电话一打过去，川普就噼里啪啦的骂他，所以他说算了，那我干脆我就不要打好了。是啊，10%变50%，你要再谈什么东西？谈到最后来讲的话，说不定还会越谈越高啊。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反川普联盟已经开始出现了。现在莫迪在8月底的时候也要跑到中国去，显然中国、印度、巴西还有像南非这些所谓的金砖5国这些国家都在遭到美国的高达50%左右的这个高关税的情况之下。全部都已经集结在一起了哦，那他们要寻求自救啊，但是寻求自救麻烦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东西都是卖到美国市场去的啊，除非他们真的不要美国市场。但是川普其实根本就不怕他们，因为我知道你们都要我的东西，所以要我们的市场，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些国家只能且战且走啊，看看川普能不能回心转意哦。但是如果说川普拿不到他要的东西来讲的话，基本上这个高关税就刻下去了。宇轩，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说是改变全球重大这个贸易版图的一战？你可以看到，没想到库克过去他都不愿意把他的所谓生产链搬回到美国去，今天摆回来了。为什么要摆回来？我刚刚在开场我就特别讲这本书《Apple in China》，你苹果进到中国之后，你现在成为我美国头号威胁，所以现在无论如何，你就给我乖乖的回来。对照，所以说没有错。中国之所以能够茁壮大苹果居功厥伟，这在美国呢可能会觉得说是相反的概念。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人讲说，不对啊，现在 Apple 生产线不是都搬到印度去了吗？很多都在印度组装啊。就后来你仔细看，你才发现这个 Apple in China 讲得很清楚，印度只是进行最后把它装在一起。但是包括里面呢上千个精密的零组件，包括它的一些螺丝切割、焊接、塑形等等的，全部这个 Patrick McGee 跟你讲都是在中国生产，所以换言之，印度反而也变成洗产地啦。等于说我在中国把这些所有的零件都已经做完之后，我最后其实才到印度去，然后叫这些印度的劳工呢把它做起来。所以最精密的、最困难的、最有技术门槛的，都是在哪里？还是在中国啊？都是在中国。所以我印度是到最后，我知道谢谢你，我就送出去了。对，前面都没有做。但问题是，它最后变 Made in India，这才最大问题啊！你会以为是印度制造的，哪有很多手机跟你讲印度制造？他没有跟你讲是零组件都中国啊。所以你想想看苹果这么长时间去扶植这些公司，创出来哪些来？比如说我们讲领域制造、蓝思科技，还有这个取代鸿海的有没有立讯精密、长盈精密等等的。这些公司，结果我没有想到我们讲尬搞头得就没腮乎。为什么会这样讲？开始在自己要研发其他的事情了。他们的野心
不止于说我要帮苹果代工，立讯呢投资人民币50亿，这50亿哦，我跟你讲都是苹果赞助的，很多，靠我苹果赚大钱嘛。来，机器人专案总部呢在长熟这边开工，长盈精密等等的多家的机器人龙头，所以换言之。如果没有苹果的这些技术跟它的传承的话，他们有办法现在大鸣大放跟你讲说我要去弄机器人吗？而且其实其中有很大的关键，比如说我们去逛3C 卖场对，你会看到多了一个无人机的柜位，但是你仔细一看呢，你会发现都是 DJI 都是大疆的，对它整个外销非常多。那大疆当时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在深圳哦，有一个叫做城中城的地方。那这个城中城很多人讲，其实它有一个传统的名称叫做山寨村。那这个山寨村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都是 Apple 的东西。比如说你去这个山寨村，他们说你花大概我们讲的1万多块人民币哦，你就可以自己零组件东拼西凑，组出一台 iPhone 6S 出来哦，全部都是它的零组件，它的下游厂商。所以呢，他说当时哦，大疆哦为什么能够发迹起来？他仰赖了这个山寨村很多的一些生态圈，还有相关的苹果的技术，所以最后呢，研发出所谓的我们讲的无人机出来。无人机，对，所以你看哦，如果这样听你一讲，我快吓死了。苹果竟然可以把中国养得这么肥啊！对啊，我想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大疆无人机，你知道飞行器最重要是什么吗？以前哦，他们飞起来对不对？稍微被碰一下就会掉到地板，对，甚至摔了就摔了。对，但是后来发现，不对，手机里面 iPhone 有一个什么？有陀螺仪。对，他真的拿这个陀螺仪说，哦，因为 iPhone 是不是你镜头荧幕这样转，它会跟着转嘛？拿这个陀螺仪哦，类似同样的概念，干嘛？装在无人机上面，甚至是呢，它还有一些我们讲的智能的一些感测系统，他就想说，哦，苹果有的，我就把它全部装在无人机上然后真的会有用。对，后来他们说以前哦是起飞很容易摔下来，后来发现挂一瓶水它也不会摔，为什么？它跟稳定器一样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变成说，你 Apple 变成是助长大疆成长的一大工程啊。而且你想想看，现在大疆也不跟你演了嘛，它不只是要做无人机，它做什么？扫地机器人。而且这个扫地机将无人机从天空做到地上的扫地机器人，不一天准地哦，会飞天会做这么厉害。来，你看它首先它这个扫地机器人它会自动上下水哦，就是说它可以我们讲的补水，而且再来呢，它有一个雷达，然后的感测仪器，然后鱼眼的视觉辨识器，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哦，它还会精准的避开所有的东西。各位，我跟你讲，它很多的概念跟 idea。你会觉得它来自大疆，对不对？其实更早是来自 Apple， 包括他说我一箱水就可以，我们讲扫200平方米的地，还可以干嘛呢？可以进行我们讲的辨识，还有的远端的这种视讯、语音的通话，还可以自动用手机唤醒。换言之，你当时呢 Apple 这些所有的功能，它就把它做联想发想，对，把它变成是什么？把它变成是扫地机器人。所以宇轩，这感觉像什么？我们过去看什么金庸的，我们以前看说什么？一个还没有学到任何武功的人，一开始非常逊，结果有一个人。就啪啪啪啪任督二脉，他就直接打通，给你一套降龙18掌，他学什么武术啊，学什么操作非常快。现在苹果就是什么打通任督二脉那个，结果中国你现在从天上到地下，你通通都随便做，怎么做你都做得起来了。对，赵和，所以这边叫做触类旁通。OK 哦，我们讲他一招演万法，等于说你教会他一招，他把你演成我们讲开启染房来。比如说你看哦，像他最新推出一个机器人。这个是我们讲，这个机器人是由傅立叶所发布的。那它叫做什么？叫做互动式陪伴机器人。你说宇轩到底什么叫做互动式陪伴机器人？我讲白话文哈，就是我们讲看起来可爱，其实没什么实际上作用。但是呢，这个 GR3说就是这个看起来很可爱，但是没有什么用的。对，它会跟你互动嘛，它会跟在你后面，对啊，会跟你抱抱，然后你可以碰它，它会知道你碰它。但是我来讲，这重点在哪里？第一个哈，它的自由度有55个，然后单手负重可以3公斤。来，但关键来了，它的视觉、听觉。触觉来，视觉、听觉、触觉，你会不会觉得跟什么很像？手机你是不是要滑？对，它是要感测你的触觉。对，手机你有这个我们讲的，比如说 Siri， 它可以我们讲用语音声控，然后呢有视觉，是不是你的镜头它可以去辨识人脸辨识？所以我跟你讲，它就把手机的东西直接移植过来，它就变成这台机器人里面很多概念，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怎么跟手机很像嘛。他说好，他会干嘛？他会判断人的方向哦。你看，它可以跟人这样抱抱哦，好疗愈，好可爱哦，然后抱抱，然后它会知道你抱它哦。你不要以为说你抱它只是你自己单纯抱，不是哦，因为它有感测器，等于就是说你抱它之后，它会知道你在对它做什么，而且它会扭头，比如说你人走到哪里，它就看你到哪里，让你有这种被关注的感觉。那你走到哪里会跟到哪里哦，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甚至是呢，我们讲的，你如果碰它碰太久的时候，赵你知道它干嘛吗？它会干嘛？它会害羞，它会害羞，也帅，它有这么可爱？不，赵你想想看嘛，如果说突然有人紧紧抱住你，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害羞，想说啊，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我是谁？我在哪？我该怎么样接受他的爱意？不是，这代表这机器人会拟人化嘛？对 ，OK， 像真人一样。但是呢，你知道它怎么样变成一个真人吗？装了4个麦克风阵列，
然后与此同时呢，内建结构的光学以及广角的摄影机模组，还有头部躯干的31个感测器。我想，所以你想想看啊，这要感谢苹果，把他们制造出来这么可爱的机器人，对不对？你就想想把你的手机变成一个人形，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哦，只是功能比较差一点而已。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军用。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解放军，他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战啊。你有这个机器人，就他干嘛？来，照我们这个看啊，你知道英雄哦，一定要透过烈火般的淬炼才会叫英雄。对，所以呢，他的这个画面就直接跟你讲说，我的机械狗哦，他会说你在羞辱我们，不是机械狼哦，因为他说狗不好听，那个他们是战狼，那我怎么看都像一只狗了哦。他就说他可以穿越火焰，突发火焰，然后你看哦，可以冲锋陷阵，看到敌人呢，他会开枪，而且还有所谓的智慧蜂群。多层次的打击，你看到爆炸，然后你看到火焰从穿出来，不讲话也是什么传出来了，太帅了吧！电影特效画面，而且它可以360度感知，看到什么打什么，而且还可以横跨地形。所以你想想看，这些功能它最后面还是会有一刻会变成是军事上的使用嘛。而且我们讲机械狗哦，这个倒是愿意自称自己为狗了，是宇树科技，也是我们每次都拿它的机器人来笑那个厂牌。但是它的狗，坦白讲，我看起来还不错。这狗叫 A2，OK， 它我们讲37公斤而已。但问题是什么？它可以空击。没有负重状况下跑20公里，但它真的厉害是什么？第一个，它跑得很快，你有没有看到？对，它跌倒了，然后还会再站起来，为什么？你看还可以翻跟斗哦，它可以360度，就是它怎么样都不会落地。然后再来呢，它的跑步是每秒可以跑5公尺，所以这算是很快哦，1秒5公尺算是非常快喽。还会翻，对，它会翻跟斗。OK， 那为什么它要翻跟斗？它要确保说我如果不小心跌倒的话，我还要站得起来哦，把斗够起来，不会像那些机器人哦，每个跟祈老扶幼一样。所以你看啊，那还会这样站起来跳，我们讲像狗一样跟你玩这样子，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比如说他遇到山坡地，他太厉害，还会单脚跳，对，因为平衡感有这么好，因为我跟你讲，他每一个四肢哦，他的力阻哦都要非常大，对，他的力量都非常大，所以你看他才有办法扛起他的我们讲37公斤的身躯，爬起1公尺的高墙，甚至是啊，比如说你像这个陡坡哦，他都可以干嘛？正常人如果这样走的话，弄一把豆哦，他有办法等于说煞力把那个力给止住哦。那你看哦，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厉害，为什么？因为他在楼梯间翻滚这个动作其实不简单，代表说他有办法辨识到说这个楼梯的阶差哦，不会因此而出状况。然后你真人呢，比如说100公斤的男子站在他身上，他都可以屹立不摇。那你现在看到175公分哦，你算他我们讲了100斤好了，你看他都没问题，负重爬行他也没问题。所以换言之，这个机械狗确实是有达到一定的水平跟高度，但是呢，终究我们讲这些相关的载具也好，动物也好，你还是要回归到机器人本身的实用嘛。但他们现在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天才，原本是在华为工作，后来呢突发奇想呢，想要自己来创业。OK， 那创业之后呢，他创办了一个叫做我们讲的机器人公司，就机器人公司呢又被这个我们讲的智源哦给收购。那收购之后呢，他就开始展示说，来，你看看，这就是我的机器人。他机器人会干嘛呢？会打鼓。哦，但坦白讲哦，你仔细看，这打得蛮僵硬的，但是至少他会打鼓。再来呢，他会射箭。你知道他怎么射箭吗？他就现场找了一个哦，也是射箭的明星哦，两个人就在那边比试说看怎么射箭。其实你知道这个射箭他必须要说，我要先知道靶在哪里，然后配合我的运力。虽然说他常常一直掉靶哦，我必须平心而论，但是能射中这件事情就已经不简单。就你知道吗？他光靠这个机器人现在的股价，知道了，已经变成叫做中国有一个俗话叫做10倍股。对，你知道什么叫10倍股吗？就它股价涨了快10倍，连续11个20%的涨停板，16个交易日里面，直接市值暴升到上140亿，340亿。所以今天它为什么可以所谓的11个20%的涨停板，市值暴增这么多？结果这些画面出来之后，川普气炸了，都是你苹果的，因为机器人也好 ，AI 也好，人工智能也好，这就是美国现在跟他竞逐的项目嘛。那我们中国一定会讲究啊，哎呀，我们能够看得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问题是，那个巨人是苹果啊，是一个苹果啊。那我问你啊，我讲，如果川普跟苹果谈的时候，他只要播这些影片，你帮的机器人会射箭，机器狼都已经出来了，你的狗会后空翻，你的这个有的没的，还可以抱抱。还会害羞，库克，你该当何罪啊？他就受不了嘛。好，那我就什么钱给你。各位，你就觉得我在开玩笑，对不对？但是中国确实在 AI 的发展跟长足的进途上哦，苹果在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对于他来讲，投资美国，这是叫做买赎罪券。只不过呢，那个教皇叫做川普。郑鹏，我们刚刚有一件事，现在库克已经要准备回到美国了。为什么？今天川普要把库克紧紧的抓住，不要再帮中国，这帮中国就完蛋了。第二是什么？
它在 AI 战上面，它需要一个东西叫做晶片。我们昨天特别是有讲，在堆叠的过程当中，就只缺了晶片这个最重要的东西。晶片谁能给？台湾能给，台湾谁能给？台积电可以给。所以今天美国也 focus 在一件案件上面，你的2奈米技术你到底处理的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快刀斩乱麻，甚至能够把这些副总机通通都要查一遍。而现在最新的消息发展是，这3名的工程师被逮的、被羁押的。他说我没有怎么样，我提抗告，结果现在通通驳回了。没有错，这个全世界都要看台湾的司法效率如何。现在可以看到，他7月底这3位工程师，这个吴姓、戈姓跟陈姓工程师，全部被什么？这个制裁法院这个裁准羁押，通通羁押。对，没错。然后呢，这3个人不欢喜，伊讲我也无罪，为什么你来搞我啦？结果他提起抗告了。那台湾比较特别，因为国安案件因为这个是属于国安案件，国安案件是2审2决，所以意思就是说2级2审，所以他的抗告，他提起抗告就是最高法院来决定他要准他的抗告还是驳回抗告。对，好，所以呢，这个今天最高法院的这个抗告结果出炉啦，吴哥哭。吴哥这2个人他哭了，而陈南也哭了。为什么？因为3个人的抗告都被驳回。怎么可能会让你出来？国安案件。对，没错。而且全世界都要看，美国嘛在看，所以这个司法判决是一个及时雨，尤其现在是什么关税的关键时点，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发现说，不止这个案件，今天还传出有什么？还传出国安会，我国最高的情治单位，对，国安会还有高检署还在查几件，还有7、8件在查。真的假的？我还以为是说只有一个2奈米案件，结果今天所有案件全部都丢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包括其他国家是多么觊觎我们台湾，结果我们是怎么跟他做攻防的？没错，大家会很意外讲说，奇怪，以前拢是中国。中国来窃取我们的半导体技术，没想到现在国安会在查的这个案子7、8案，都是日本跟韩国啊，大家很意外，奇怪那案呢？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地缘政治越来越紧绷了，因为韩国的三星一直把台湾的台积电当作主要对手，对，所以他们想方设法来针对台积电的制程做任何不管用任何的方式，都想要索取我们台积电的制程。因此现在传出有这一些这个窃取的行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台积电一样啊，台积电搞，他杀鸡儆猴，他决定要报案。而且他把所有的这个案情，有没有发现一开始这些案情都是由谁那边露出来？其实不是从司法端，然后一开始从谁？从产业端，对，从产业端露出来，所以代表台积电是有意让这些事情，让你们的这些经济间谍的行为，让大家知道说你哪里没赛啦，没有错。因此你可以看到，杀给全世界的看，还有别人讲你哪敢来搞我，我就让你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调查局跟各地检署最近雷厉风行，在实施一个什么扫荡挖角的计划。扫荡挖角的计划，没错，去查那些有离职过的人，对，最近在干什么事情？没错，他的金流有什么地方怪怪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现在剪掉往前拉，就是我在你挖角的时候，我就把你水坝拦住，水坝拦住。那他们从7月15到8月6号22天做了什么事情？做大扫荡，非法挖角台湾高科技人才的一个专案，李在李刚了22天，他大局出动了300个人，300人次去搜索了70个地点，然后约谈了120个人次，你知道吗？他扫荡了16家公司，全部都是中国的公司啊，全部都是中国，要来台湾干嘛？要来台湾挖角，大肆的挖角，挖我们的高科技人才，那我刚据了解啦，其实他们的挖角条件非常有吸引力。来，赵尔，你觉得这个台积电工程师1年薪水大概300万，300万差不多，对不对？我跟你讲，你知道他挖角是用多少挖吗？500起跳。你说不管你说1年、做2年、做3年，我就基本就是500万起跳。没错，其中新竹地检署他们去查到了，这些均数大概都500-600万以上。
年薪哦，所以非常有竞争力。对，那但是问题是，你会觉得说啊，中资怎么能够来台湾？因为我们两岸条例第40条之一规定说，如果你中资要来台湾从事业务行为，你应该爱给咱政府申请嘛，对不对？我跟你讲，他们都不申请，因为他们知道申请不过。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很聪明，他用3种方式。第一个是我买一个台湾人头，譬如说中国的中芯国际买吴振峰，好，我台湾人嘛，我留在台湾，然后我的申请一间公司啊，这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就是，我吴振峰我去香港，我假装什么，我是台湾人，但是我是这个侨胞，我在海外生长，然后呢，我在海外有一间公司，我是香港公司，然后回到台湾设一个分公司，名义上看起来，你嘛台湾人嘛，这个侨外资，侨胞的侨外资哦，这在台湾也可以规避，所以这第2种手法。第3种手法最凶抽惨。他连设都不设，什么银灯都不设，他就直接在台湾租了一间办公室一层，然后就说：“来，我们现在要招募员工了，但没有营业登记。”以新竹地检署为例，我跟你讲，来台湾挖角的这16间中企，有好几间弄就有名哦。譬如说，我们讲到北京集创，北京集创北方，它是中国的显示器。显示晶片和电源管理晶片的龙头，市占率第1名啦然后呢，这个他在台湾他就没有设营业登记，然后他就在台湾。对，那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企业在台湾都已经正在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因此政府必须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